如果宇宙在加速膨胀，为什么哈勃膨胀率却是一个常数？因为我们常把哈勃膨胀率称为哈勃常数，对吧？那常数就意味着不变性，比如真空中的光速就是一个常数。那既然哈勃膨胀率是一个常数，那为啥我们的宇宙却在加速膨胀？这是不是很奇怪？好，那今天我们就说一下宇宙加速膨胀和哈勃膨胀率分别代表了啥。好，我们先说宇宙膨胀啊。我们知道宇宙起源于大爆炸，大爆炸说的是当时那种空间急剧膨胀的热状态，不是真的有啥东西像放炮一样发生了爆炸，是我们的空间在膨胀。那么最形象的例子就是你给气球的表面粘一些硬币现在你把气球吹大，那么气球膨胀的表面就是我们空间膨胀的样子，其中的硬币就是随着空间膨胀互相远离的星系。可以看出，这个距离越远的硬币，随着气球的变大，它远离的速度就越快。这就是空间的膨胀导致距离越远的星系远离我们的速度越快，或者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星系远离我们的速度会越来越快，这就是宇宙在加速膨胀。那么气球表面这个例子的好处就是它没有中心，对吧？你随便选择一个硬币，把它当做一个星系去观察周围的星系，你都会得到同样的结论，距离越远的星系远离我们的速度会越快，宇宙在加速膨胀。但这个例子的缺点是我们把三维空间的膨胀类比到了二维表面上，对吧？所以下面我要说一个三维空间的类比，也就是宇宙膨胀的葡萄干面包模型那我们现在想象一下，在一个发酵的面包里面镶嵌了很多的葡萄干，这些葡萄干就是宇宙中的星系。当面团这个发酵变大的时候，就代表了我们的宇宙在膨胀，其中的星系也在互相的远离而且它们也遵循了同样的规律，距离你越远的葡萄干，它远离你的速度越快。如果这个发酵的面包足够大，那么总有一些葡萄干会距离你足够远，它们远离你的速度就会超过光速的，那么它们发出的光就不会在有限的时间内就不会到达你的位置。由于我们的宇宙的年龄它是有限的起源于138亿年前，所以我们的可观测宇宙就是有限的这就是我们宇宙的膨胀方式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哈勃常数是啥意思？那刚才我们说了，宇宙膨胀的方式是距离我们越远的星系远离我们的速度越快，所以我们就需要知道这星系和我们之间的距离以及它的退行速度，对吧？距离和速度这个之间的数学关系，所以我们就需要测量星系的距离和我们和它们在我们视线上的退行速度然后把这两个信息一个当做 x 轴，一个当做 y 轴，画在一个坐标系上，就一目了然了，对吧？那么问题是星系的距离怎么测？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办法，比如标准烛光。标准烛光我们最熟悉的就是这个造父变星，还有 EA 型超新星，对吧？就是说，如果我们知道一个东西它本身有多亮，然后根据我们看到的表观亮度，我们就能够算出这个东西和我们之间的距离这是我们最常用的一种办法。那么还有一种办法，只要我们知道一个东西它本身有多大，然后根据我们看到的大小我们就能判断出这个物体多远。总之，科学家已经找到了很多测量星系距离的办法，然后我们在观察这些星系发出的光的红移情况，我们就能够算出这些星系在我们视线方向上远离我们的速度。当我们把这些数据放在坐标系上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星系的距离和退行速度之间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关系就是一个线性方程。那么这条直线的斜率就是哈勃常数，对吧？现在知道为啥叫这个常数了，因为它就是一条直线。那在我们现在看来，星系的距离和退行速度之间就是有一个确定的比值。如果它是一条曲线的话或者一些比较复杂的线的话，那么哈勃常数就不是常数了而是一个和距离相关的一个函数。那么根据测量，当今的宇宙的膨胀率是每100万秒差距每秒68千米，正负4千米的误差。那么意思就是说，以我们银河系为起点每隔326万光年星系退行的速度会增加每秒68千米就是这个意思。比如说哈勃膨胀率，比如说哈勃常数就是这个意思每隔326万光年，星系退行的速度会增加每秒68千米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星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远离我们的速度会越来越快的，因为它会距离我们越来越远，它的膨胀速度会越来越快。所以说，我们的宇宙在加速膨胀，这和哈勃膨胀率是一个常数并不冲突，对吧？但是的话，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哈勃膨胀率它只是我们现在看起来它是一个常数，那么它随着时间的变化，它也在发生变化，也就是说，它对时间来说，它并不是一个常数，对吧？
比如说我们在遥远的未来，如果我们再次测量这个哈勃膨胀率的话，虽然它依然是一条直线，那么它的斜率就会变小的。如果我们生活在遥远的过去如果我们测量哈勃膨胀率的话，那么它的斜率就比今天会更大一点这是因为影响宇宙膨胀速率的是宇宙中的能量形式以及这些能量形式的密度大小。这个关系可以从这个弗里德曼方程中可以看出来那么在方程的左边就是哈勃膨胀率，右边的第一项就是宇宙中所有的物质和能量包括正常物质、暗物质、辐射、中微子等等这些东西那么右边的第二项就是宇宙空间的曲率，它决定了空间的形状是开放的、封闭的还是平坦的。那么第三项就是爱因斯坦的宇宙常数空间中固有的能量。那么从这个方程中就可以看出来，哈勃膨胀率不可能是一个常数，因为随着宇宙的膨胀，像正常物质和暗物质这种东西，它们的能量密度就会下降的。辐射比如光子它们在密度下降的同时，波长还会被拉长的，这就意味着辐射的能量密度下降的速度要比物质的能量密度下降的速度要快。暗能量这种东西也就是空间中固有的一种能量形式它的能量密度随着这个空间的膨胀一直可以保持不变。由于物质和辐射它会阻碍宇宙的膨胀速率，那么暗能量刚好相反，它可以加快宇宙的膨胀速率，因此随着宇宙的膨胀，它的膨胀速率一直在发生变化，对吧？因此哈勃常数它不可能是一个常数的，它是一个随着时间变化的常数比如说在宇宙刚诞生的时候，一开始空间有一个非常大的膨胀速率，但是这个时候辐射的能量密度在宇宙中占了绝对的地位，因此辐射就会阻碍宇宙的膨胀，降低宇宙的膨胀速率，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宇宙就一直在经历着一个减速膨胀的过程。那么随着空间的膨胀虽然它在减速膨胀，但是它一直还在膨胀，对吧？那么随着宇宙的膨胀，这个辐射的能量密度就会降低的，那么物质的能量密度就开始掌控宇宙了由于物质跟辐射一样都有引力，所以宇宙依然经历着减速膨胀的过程。那么减速膨胀就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星系远离我们的速度会越来越慢。虽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哈勃膨胀率一直在下降，但它并没有下降到0，更没有变成负数。那么随着宇宙的膨胀，物质的能量密度也开始变得不重要了。那么暗能量由于它的能量密度一直都不会发生变化，那么它就开始掌控宇宙了。由于暗能量具有排斥力，所以宇宙就开始加速膨胀了。星系随着时间的推移，远离我们的速度会越来越快。这个时候的哈勃膨胀率就会停止大幅的下降，只会无限的趋近于一个正数所以说哈勃常数随着时间的变化，它并不是一个常数，我们应该叫它哈勃参数，因为它从宇宙刚诞生的时候一开始非常的大，然后一直在下降，一直在下降，直到现在它下降的速度已经越来越慢了那么哈勃常数现在已经无限的趋近于一个正数了。好，这就是为啥我们现在把这个哈勃参数要叫哈勃常数的原因。好，那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是理论科学，点赞关注，也学习有趣的科学知识，拜拜。